论推墙，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月26号。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主要是针对川普总统呢，他正式成立了叫前总统办公室。他这个前总统办公室啊，在佛罗里达州他的这个海湖庄园呢，正式开始挂牌办公。那么他之所以要成立这个前总统办公室呢，就是因为针对社会上现在有很多人啊，打着川普总统的旗号，成立各种组织。包括前几天已经在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登记注册的一个爱国者党，那么这个爱国者党，川普总统他现在表示不是他们授权，跟他没有关系，所以说他这个前总统办公室现在成立呢，就是为了以正视听，也就是让所有的官方信息围绕着川普总统本人的各种官方信息，一律由他这个前总统办公室正式发布，对外发布川普总统个人的通信、公开的声明和安排川普总统各种官方活动。因为这个办公室呢，是为了让所有人知道，只有这个办公室他发布的各种声明才完全代表川普总统授权。所以说他们这个办公室很明确的发布了他们的正式声明，就是说在佛罗里达棕榈滩县第45任美国总统川普成立了前总统办公室。这个办公室呢，他负责管理川普总统的通讯、公开声明、外出露面和正式活动，通过倡导组织公众的积极行动，促进美国的利益。同时在这个声明中最后一句他写上了，川普总统将永远都是美国人民的捍卫者。也就是说，川普总统他成立这个办公室啊，他主要就是针对这一段时间，就是他卸任也不过才1个礼拜嘛。但是这1个礼拜以来呢，有很多关于他的传闻非常多，而且不排除很多是民主党故意呢传播各种谣言，对他呢进行各种栽赃陷害。然后这个爱国者党成立以后呢，那么就会让很多参议员的这个议员呢，尤其是共和党的议员呢，会误会认为是川普总统现在已经在分裂共和党。所以说呢，在马上要开始的对川普总统的所谓弹劾活动中呢，会加剧这些参议员的不安，甚至有的参议员他受到这些不实新闻的蛊惑呢，他就会去投赞成支持弹劾川普总统的票，这对川普总统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川普总统没做这个事嘛，所以说他现在就马上成立了前总统办公室，目的就是让大家都知道，所有的声明、所有外面公开的活动以这个总统办公室为准。因此我们在网上看到呢，有非常多的传闻，这些传闻呢，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有一个鉴别，也就是一切以川普总统他在佛罗里达州这个棕榈滩县成立的前总统办公室，以他发布的这个官方声明以这个为准。别的呢，那些代表川普总统的人来发话的，不论是这些人过去跟川普总统是什么关系，他们讲的话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川普总统的。所以说呢，现在呢，因为川普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局面，也就是什么，美国200多年来从来没有过一个退役总统居然受到弹劾的。那么现在呢，川普就摊到了这趟子事儿。美国现在就已经准备，就是参众两院准备马上在2月份，也就是2月8号了，要对川普这个离任总统要对他进行一个弹劾。这种弹劾案在美国历史上首先是从来没有过，也就是对离任总统进行弹劾。第二个，也就是完全不能够按照法定程序来举行了。什么叫不能按照法定程序来举行呢？也就是说，参议院现在已经是民主党占多数，参议院现在民主党多数的这个领袖叫查克·苏默，查克·苏默就在昨天，也就是礼拜一，他本人就说，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呢，他不会参加主持对前总统川普的第2次的弹劾审判。那么苏默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因为根据美国宪法的规定啊，首席大法官才有资格主持在任总统的弹劾审判，这是宪法明确规定的，一个字都不能更改。这个宪法上明确写清楚了，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由他主持对总统的弹劾审判。那么上一次对川普总统的第1次弹劾呢，就是罗伯茨主持的。那么大家都知道，那次弹劾没有成功，完全流产了。那么现在要搞这个第2次对川普总统的弹劾，而川普已经是离任总统，对离任总统进行弹劾是完全没有任何宪法依据的。所以说罗伯茨他就拒绝他来主持这个仪式，因为宪法上没有这么规定嘛，他根本就不存在宪法上可以要求首席大法官来主持一个什么离任总统的弹劾。因此罗伯茨他完全就是拒绝这件事，他不能去干，因为他要维护一点他的脸面，他也要多少维护一点美国宪法的尊严。所以说宪法上明确规定，只有首席大法官才可以主持这个在任总统的弹劾审判。那么现在川普已经离任了，离任宪法根本就没有这个规定，就没有规定离任总统可以审判，更没有规定审判的程序由谁来主持。
至少是如果你按照在任总统的这个审判程序，那只有罗伯茨来组织。如果首席大法官不主持的话，那这个弹劾案是不能进行的。现在呢，民主党他就一心要做成这个事，他们不在乎违法，因为明知道对弹劾一个已经离任的总统是完全没有宪法先例，完全没有宪法规定，也美国历史上也没有任何审判的先例。那么他们就要创造历史，他们就要创造这个先例，也就是不惜违反宪法，他们也要这么去做。那么首席大法官不愿意主持这个弹劾仪式呢，他们就说他们就找一个资深的民主党的参议员，他们在民主党里面选拔了一个资深的参议员，由他来担任什么临时议长。然后这个人呢是在民主党里面就是资格最老的一个参议员了，他的名字叫莱西。苏木说莱西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人，也是非常公正的人。我不知道公正在哪里，如果与宪法不符，还谈什么公正？连宪法都明确规定，只有首席大法官可以组织弹劾在任总统的，这是美国有关总统弹劾里面的条款写得清清楚楚的，根本没有写过什么替代方案。就是说，一旦首席大法官不在，可以找一个什么资深参议员作为临时议长来组织，没有这种替代方案，更没有写过对离任的总统我们可以去弹劾。如果离任总统可以去弹劾的话，那克林顿、奥巴马、小布什这些活着的都可以拉出来弹劾啊，他们都有很多罪行啊，他们可以讲在他们任上对美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多呢，是不是这些人都可以把他拉出来弹劾呢？那么为什么对其他离任的总统你们不弹劾，非要弹劾川普总统呢？这完全在宪法里面没有任何根据嘛。那么为什么违法的事美国仍然要去做呢？这就是说民主党他现在已经完全背离宪法，他现在所做的这个做法完全就是不按照宪法的想法来做，只是按照他的党派利益，按照党派政治上来做，从民主党他们政治的角度来选择，包括共和党这些建制派的大佬配合，就是什么要剥夺川普总统今后出任任何公职的机会。他们通过这个所谓的弹劾，就是希望给川普总统定罪，定罪以后呢，川普呢就不可能再出任任何公职，这是民主党要达到的一个目的。他们不管这个是否符合宪法，但是他们就这样去做。那么也就是最后一关，如果是他们真的把这个戏假戏真唱给他们唱成了，违反宪法的事他们也去做成了，那么如果他们做成的话，毫无疑问来讲，川普总统是可以上诉的，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那么9个大法官是否这时候能够维护宪法，就看他们自己怎么去遵守宪法了。因为第一个，他们绝对不存在什么不受理的问题；第二个，他们在宪法里面能找到哪一条对这个离任总统可以弹劾。如果是根本没有，那么9个大法官他们最终会做出什么样的判决呢？所以说，我相信美国的宪法、美国的司法、美国的民主制度在这一次受到严峻的考验。也就是说，我们说美国民主制度受到破坏了，很多人不承认。那么你看看现在这个完全违法违宪的事情都不断的在推行，你觉得这样的事情还难道说美国的民主制度没有受到破坏吗？因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它实际上是存在着很多不完善的事情，由于它有不完善，无论是川普总统也好，还是很多参议员他们自身也好，看到美国民主制度里面存在的一些弊端。比方说，川普总统就任以后，他就提出过关于参议员和众议员，就议员们的任期。过去美国所有的议员，他们都是可以连续无限期的任期，也就是只要他去选举，只要老百姓选了他，他就可以一直当参议员、当众议员。在这一点上面，从麦康奈尔身上你就可以看到最清楚。麦康奈尔目前来讲已经是第7任参议员，也就是说1任参议员是6年，第7任6、7就是42年，也就是一个人一辈子都在当参议员。包括像南希·普洛西，从他自己进入众议院以后，担任国会议员以后，一直到他现在80多岁，他始终是议员。他们实际上的终身制嘛，也就是说，议员的任期无限制的话，就导致了这些议员他们长期把控国家的政权，在他们自己从政的这个经历中，他们往往会犯下很多错误，这都是完全不应当、不正当的。包括美国法院最高大法官都是终身制。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随随便便把一个官吏让他终身制的，因为终身制的官吏显然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的，人民没有任何理由去养那些终身制的官员。所有的官员都会老嘛，到了老了以后就会年老昏花，就会智力退下，就会判断事务糊涂嘛。为什么这样的人还能代表人民在执行国家最高的法律呢？所以说，对于最高法院大法官也好，对于议员任期也好，都应当有这么一个改革。川普总统他本人在他的任期上就推动了这个改革，他希望议员实行任期制，也就是他曾经提出过，参议员最多2任，就是每任6年，2任12年。你呢2任结束以后呢，你就要退出。以后如果你隔了1届以后有人选举你，你可以再次连任。这是指参议员。
众议员提出是3届任期，也就是众议员你可以连续3任，3任以后你要退出1任，然后呢，等你隔了1任以后，如果人民选举你也可以再次连任。这我相信川普总统提出的这个议案是非常科学，也非常具备代表性，也符合人民民意的。但是呢，川普这个议案是受到所有议会人员的反对的，因为动了他们自己的蛋糕嘛。这些议员们哪愿意他们的这个任期可以有一个有限期，他们最好无限任期哇。所以说呢，当时这个议案呢就没有推行下去。那么现在呢，这个参议员克鲁兹他就再一次把这个议案提出来了，也就是他要求现在本轮议会应该谈论一些正事。我们作为人民民选的代表、民选的议员，应当是有一个任期制，参议员应当最高不能够任期2届，众议员最高任期不应该有3届。所以说呢，现在呢，克鲁兹呢就正式把这个议案呢再次提出。那么这个议案提出，你觉得会通过吗？像麦康奈尔、佩洛西这样的人，都是一辈子就赖在这个议员的位置上面，他们实际上的终身制，这些人他们肯定是强烈反对的。你记不记得，在川普总统他这个任期快要结束之前，美国推出的这个纾困法案，这个纾困法案里面给美国的老百姓每人只是有600块钱的纾困金，但是给所有的议员都给他们自己个人的工资增加了，也就是议员们每人都增长了5-6万美金。那么你想想看，这些议员们他们高票通过了给他们自己加薪、给他们自己加工资的议案，他们还会去通过一个让他们自己的任期把它减少，变成一个有限度的任期吧？所以说，在美国这个时候，你要指望这些议员会主动砸掉自己的饭碗，他们能代表人民，是维护正义，真的现在你已经看不到。所以说呢，克鲁兹提出这个议案呢，现在根本没有把握，他最终在国会、在参众两院能否得到大家通过。因为我们现在呢看待美国民主制度啊，不是否定美国的民主制度，我们是看到美国民主制度受损害，我们要找出这个受损害的原因，然后呢来有的放矢的来解决美国存在的问题。因为美国的民主一旦不健康以后，就会影响到全球，更会影响到美国支持对中国民主的推动和建设。所以说呢，我今天对美国的所有民主制度里面所有的批评，并不是否定美国的民主制度，而是帮助大家一起，我们这些生活在美国的这些海外人士更关心美国的民主制度建设。我们为什么要到美国来？我们就是向往美国的民主自由嘛。我们看到美国的民主制度受到伤害，我们很痛心嘛。因为美国和中国不一样嘛，它的基础非常好嘛，它200多年来它的这个民主制度建设一直是全球的民主灯塔嘛。现在这个灯塔上面已经蒙了一层尘，蒙了很大的雾。我们现在要去除这个雾气，然后呢要显露出它的光明。所以说，我们要帮助美国找出它民主制度受伤害的那些原因，然后克服这些原因后，让美国重新焕发它自己的民主灯塔的作用。所以说，我们就要看到美国的民主为什么受伤害，伤害的原因在哪里。要我个人来总结，主要就是美国人民的信仰受到破坏了。因为美国是一个按照基督教文化建国的，是以基督文化为根本立国之本的，是把基督信仰作为自己每一个老百姓他们最高信仰的一种道德规范来建立的一个国家。所以说，本来美国所有的制度都应当是在这一类价值观的人相同的人里面坚守这样的规则，大家都遵守规则，都信仰上帝嘛。但是呢，很快呢，美国呢在左派思潮的影响下，也就是近100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左派思潮呢，在全球呢极度的泛滥，尤其是在2战结束以后，也就是共产主义它占了上风。当时你看，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在苏东建立了大量的共产主义国家，那么中国也是这样。本来中国蒋介石领导中华民国，经过了浴血奋战8年抗战以后，获取了中国一个民主建设，通过了1947年中国的民主宪法。本来中国是迎来了一个民主宪政的一个共和国，但是呢，美国当时的总统杜鲁门，他跟中共，也就是中共的左派势力共产主义思潮紧密结合，他接受了共产主义这种荒谬的左派理论，也就是支持了共产党，支持了共产党从延安，最终他们从延安反攻倒算，然后把蒋介石和国军把他赶到了台湾。中共在大陆建立了一个残暴的共产主义政权，建立了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这个国家的建立跟美国左派它这个思潮的兴起，跟2战之后美国大量的自由派左派的这个思维兴起是完全是同步的。也就是从中共建政那一刻开始起，美国就开始受到左派的这个侵蚀啊，美国的传统文化就不断的受到各种影响，不断的开始在衰落。我们看一下美国历史上所有道德滑坡，他自己在整个最高法院在左派思潮兴起以后，不断的这个温水煮青蛙的这个过程，我们就知道美国这个信仰它是如何失落的，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如何受到破坏的。1948年的时候，美国的高院就判决美国的公立学校已经传教已经算是违宪了，
也就是不允许美国的公立学校在学校里面传授基督教。这是1948年，也就是中共建政前那么1-2年嘛，跟中共这个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差不多的这个年限。到了1954年之后，美国高院又判决，在公立学校如果分发圣经呢，是一种违宪的行为。你看看，也就是说，仅仅过了几年，学校里面本来一开始是不准传教，后来是不但不准传教，连分发圣经让大家看圣经的这个机会都是一种违宪了。这是到1954年，这都是美国高院它有明确的判决的。进入了1961年以后就更过分了，也就是美国高院否决了马里兰州的一个法律条款。这个法律条款本来是规定所有的公职人员入职的时候必须宣告他们相信神的存在，这是马里兰州过去一直规定的。也就是公职人员你入职，你就要宣告你相信神的存在，你在上帝的指引下干活。但是呢，最高法院就否决了马里兰的这条法律条款，也就是公职人员你信不信神无所谓。那么这时候从学校到公职人员已经开始进行改变了，这不过是到了1961年。然后到了62年以后，这个美国高院又宣布全国所有的公立学校已经废弃他们所有的公开祷告，那么公开祷告不允许了，然后又紧接着出台了不允许在学校里面咏读圣经，认为咏读圣经是违宪的。最后再出现了就是否定这个进化论，也就是否定学校里面可以教授人类进化论，认为教授进化论都是违宪了，这都是违背科学的。但是这种情况下，美国就逐步的温水煮青蛙，也就是首先高院开始在解释宪法和对宪法的各种裁定的时候，他们开始逐步的把很多过去遵守上帝的、咏读圣经的，在公立学校里面可以传授基督教的，全部把它认定为违宪了。那么这种违宪认定以后，把人们的信仰取消以后，就开始落实到人们的具体行动上了。到了1973年，他们已经开始宣布所有的堕胎是合法的了。那么堕胎合法以后，也就是人们自由派他自由的放纵以后，随你怎么干了。到了1980年，高院居然判公立学校如果悬挂10诫就是违宪的。到了85年，高院认为在公立学校如果举行沉默时刻的仪式，就是一种变相的祈祷，也判决它违宪，也就是不允许在学校里面搞什么祈祷仪式嘛。到了1992年，高院判决在公立学校毕业典礼上举行祷告的仪式也是违宪的，也就是学生在毕业的时候也不可以举行任何祷告。到了1997年，高院判决公立学校教无神论是合法的，也就是不但是废弃了上帝，废弃了基督教，而无神论现在变成合法了，在学校里面可以去教导无神论。到了2013年，高院就判决婚姻不只限一男一女，也就是婚姻除了一男一女之外，也可以有其他婚姻。那么等到这个时候，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就完全颠覆了。到了2015年，美国高院又判决所有的这个同性婚姻完全是合法化了。那么在这种情况，高院由于他做出了那么多对宪法的解释和那么多原来对上帝、对所有传教、对公立学校里面的所有的传教行为，把它认为是违法，而且允许在学校里面教授无神论，允许婚姻不只限于一男一女以后，那么美国的社会就慢慢就向现在的左派方式的转化到今天，这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社会。这个社会现在的存在，这跟美国温水煮青蛙，跟美国左派思潮的兴起，跟美国不断的去背弃上帝，背弃他的传统价值观，背弃对上帝的信仰，背弃基督教精神，并且教授无神论，推广共产主义的无神论以后，然后美国才堕落到今天这个状态。所以说，在美国国会议员里面出现 IOC 这样的人，你就不要感觉到有什么奇怪，就是这种狂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分子，在美国的议会大厅里面出现，代表美国议员能够以这种政治人物的身份出现，在美国，你就不要觉得有什么奇怪。这是因为什么？美国的道德滑坡，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已经受到了完全的破坏，也就是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很多文革现象，现在在美国都纷纷发生了。我们在本轮这个川普总统他号召他的支持者1月6号到华盛顿地区支持他的这个集会运动中，我们就看到在这个里面是有一部分安提法人员，他们有组织有计划的破坏了川普总统的这个集会活动，是他们率先冲击了国会，在国会里面制造了打砸抢事件。那么这个事件里面不可避免的有一部分川普总统的支持者也被迫卷入。那么卷入之后，我们就看到美国大肆的这个发起了像类似于中国文革这样的举报活动啊。有一个女孩，她不就是举报了她妈吗？举报了她妈以后，她妈就被单位开除了以后，然后她妈没钱供她上学，她现在在网上募捐吗？还有一个发起了民主党退党运动的叫斯特拉卡的这个人，
他呢是认为民主党已经背弃了美国的价值观，背弃了美国人民的选择，所以说他发起了一个民主党党员请大家退党。那么这个发起人叫斯特拉卡，他最终就是被他自己的亲友出卖了嘛，把他在1月6号进入国会山的视频交给了 FBI， 他已经被逮捕了。也就是美国仍然发生了大量像中国这样的文革期间的儿子举报父母，夫妻之间互害，然后父母和儿女之间互相举报，最终就变成了所谓大义灭亲，变成了丧失人伦的事件。这种事情在民主国家发生，你不觉得这是价值观和道德的完全的倒退吗？这种倒退，这个民主党在美国已经推行了几十年。经过几十年来，民主党他们自己的左派思潮的盛行，加上共产主义不断的对美国的侵蚀，尤其是中美建交这么40多年来，中共把这个红色思维，把共产主义的思维文化推广到美国以后，然后最终在美国就发生了这个一系列你不可以想象的，也就是很荒唐的各种议案，在我们加州不都发生了吗？950美元以下偷抢不起诉吗？所以说沃尔玛就发生了，在我们加州的沃尔玛就有黑人推了整整一车，这一车东西只要不满950美元，他就可以把它推回家。后来是沃尔玛几个员工把他拦到，不让这个黑人大妈把这个车子继续推走。但是大妈们振振有词啊，在加州是合法的，我推950美元以下就是不付钱，零元购，我就是理直气壮的。这是民主党的政策啊。沃尔玛为什么会这样啊？沃尔玛活该，沃尔玛是坚决支持民主党的政策的。你既然支持民主党的政策，那么所有的这些黑人到你沃尔玛来零元购，来推你个950美元以下的货物，你就让人家推完，你不是支持民主党吗？你支持民主党的政策，你就应该做点贡献嘛。像沃尔玛这样的资本，他们基本上来讲都是推行全球共产主义化的，他们是积极支持民主党的全球化的政策的，因为全球化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全球资本共产主义化，全球老百姓韭菜化。也就是美国的华尔街、美国的金融体系以及美国大的类似于像沃尔玛这样的商业集团，他们当然希望全球采购全球化了。你到沃尔玛超市里面去，你看看这个里面90%以上的商品都是 Made in China， 都是中国制造的，而且很多粗制滥造的产品全部进入了美国市场，因为便宜嘛。所以说沃尔玛就要在中国采购最便宜的商品，然后卖给美国人，他们自己获取高额利润，所以他怎么可能不支持拜登的全球化政策呢？因此，像沃尔玛这样的非常典型的美国的大型的商业集团，他们纷纷都是左派的支持者，都是全球化的支持者。那么，全球化推行的过程中，也必然会带来这一部分。就像我看到的这个黑人大妈，她对你沃尔玛进行盗抢950美元以下，你就让人家推走嘛。所以说，民主党的政策呢，它是让这个社会，美国社会的两头获益的。一头就是美国大的资本家，美国的金融资本，他们通过全球化，他们可以获取更高的利润，可以降低他们更多的成本。再一个就是大量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的，尤其是来自那些很贫穷国家的人，他们进入了美国的类似于加州啊、纽约州这种地方，他们就可以第一享受政府的福利，第二个在加州还可以盗抢950美元以下不被起诉，这就是民主党的政策啊。那么这个政策，你觉得真正的通过自己劳动汗水，通过自己智慧付出，通过自己辛勤劳作，并且高额纳税的人，这些人对他们不是一种盘剥吗？所以说，为什么川普总统有7500万美国民众支持？这7500万，他们恰恰是传统保守主义者，他们是传统价值观的捍卫者，他们是希望通过自己辛苦劳动获得自己应有的报酬，而不应当把自己的税收交给国家以后来养那些懒汉。因此，在这种过程中，很多人支持川普，但是川普的政策最终受到左派的排挤啊，也就是共和党的大佬和民主党的这些人
对川普就痛下杀手啊。包括媒体对川普是完全不公正的。不要说是左派的媒体，即使是原来保守派右派的媒体，比方说像福克斯在相当一段时间完全转舵，表面上看起来他是右派，实际上他完全是左派。那么在他大量的排挤川普总统，尤其是打击保守派的这个过程中，福克斯的这个收视率急剧下降啊，他损失了大量的听众。到了现在已经生米做成熟饭了，也就是川普总统已经给你们挤出局了，拜登已经上台了，但是福克斯的这个收视率是一直没有提高啊。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他们现在把川普总统在白宫的新闻发言人就是凯利麦肯纳尼，把他呢招到自己福克斯新闻去。那么对凯利麦肯纳尼能够进入福克斯，我是感觉到很高兴的，因为凯利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主持人，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新闻从业者，更是川普总统的铁膀右背。可以讲，在川普总统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在他最后的这个关头，只有蓬佩奥和凯利是坚定不移的站在川普总统的身边的。那么按照左派的要求，就是让川普总统身边的所有人都下岗，白宫的所有的这些关键人物，让他们在离开白宫以后没有地方去，没有企业雇佣你，这是左派一贯的这个策略。但是凯利今天加入福克斯，并不是福克斯他现在已经偏离了这个左的路线，而是福克斯急需要凯利来提振他们的收视率。他知道凯利带来了大量的共和党的这些支持者，带来了川普总统这7500万支持者，所以说他们希望凯利来重振雄风。当然了，我相信凯利不辱使命。凯利即使是给福布斯带来了收视率，也一定是带来了传统价值观的收视观众，也一定是推广了传统价值观。所以说凯利能够到福克斯去主持他的新闻节目，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因为人心所向嘛，凯利之所以能够带来收视率，毫无疑问，这是支持川普总统的7500万的这些支持者，他们在支持着凯利嘛。对川普总统的弹劾，你觉得共和党的参议员都真正会支持吗？目前来讲，明确表态的是有29个共和党参议员，他们明确就说，他们不可能支持这个参议院来弹劾川普总统，因为他们的态度很明确。参议院又不是法院，所有的参议员又不是法官，你们有什么权利给川普总统定罪啊？而且宪法明确规定是只有在任总统可以弹劾，这个已经离任的总统你们去弹劾是完全违宪的。所以说共和党呢，现在呢一共有50个参议员，目前有29个参议员，他们表示是不会支持的。但是呢，如果是只要有17个参议员支持投赞成票的话，这个弹劾案从数量上来讲就能达到2/3多数了。我相信有很多参议员虽然没有明确站出来表态他们反对，但是呢他们会暗地里面投票的，因为有些参议员呢，他们怕他们投票以后呢被他们的选民知道，最终在他们下次选举中会被选民唾弃，所以他们现在只敢偷偷摸摸。但是我相信最终所有投票，只要你支持弹劾的这些议员，你的名字是跑不掉的。所以说每个议员你在正义面前，你自己要看你是选择光明正义还是选择黑暗。因为弹劾川普总统完全是与宪法不符，一个违背宪法的事件，作为一个参议员，你究竟应该支持还是反对？我觉得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了。而且维护共和党的脸面，不仅仅是维护川普总统的脸面，是维护整个共和党的利益。如果共和党的参议员你们不顾本党的利益，你们继续这样做，那么共和党离消亡就不会太远。川普总统现在虽然他没有现在马上就成立爱国者党，但是不代表川普总统没有能力去创建一个美国第3大党。这关键是看川普总统有没有觉得他必须要做出这样的政治选择。除非川普总统告老还乡，被你们真的阴谋得逞，把他弹劾定罪以后，川普总统从此退出政坛，不再过问美国的政治。除非这样，我觉得川普总统不会这样。川普总统成立的前总统办公室已经告诉大家，川普总统永远和美国人民在一起，也就是他不会辜负美国7500万对他的支持者的信任。我相信川普总统在这个弹劾闹剧过去以后，他会有新的作为的。所以说呢，不要认为现在道路很艰难。民主的道路虽然受到一定的冲击、一定的破坏，但是民主的体制的自身是绝对有自愈的能力的。我们相信美国的民主制度，它的健康发展和它自己疗伤的能力。我们也坚信川普总统在美国7500万支持者的拥戴下，在度过了这个弹劾闹剧之后，川普总统会发挥他的巨大的政治影响力，美国也会迎来一个光明的政治的春天。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